第1175章进入8品。感受到这般突然变故，萧炎心头也是猛地一惊。不过这种时候他也不敢过于莽撞，只能强稳着心神，注视着体内的变化。那些被调和的地心魂髓在流淌进入萧炎身体之后，便是化为滚烫的热流分散而开，旋即迅速蒸发，一股股深绿色的奇异烟雾开始迅速涌上，穿过身体，直达脑袋眉心处，最后与盘踞在此处的灵魂力量交缠在一起。随着这些烟雾与灵魂交织，萧炎迅速便是察觉到一股强大的可怕的奇异能量正在飞快地侵入灵魂之内，而与此同时，灵魂的强度似乎也是如同吃了什么大补之物一般，开始以一个令得萧炎骇然的幅度猛然增强。伴随着灵魂力量的飞速增强，萧炎眉心处的胀痛之感也是越来越强。他没想到这地心魂髓对灵魂力量居然还有着这等的增幅之效。面对着越来越胀痛的眉心，萧炎也是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感觉着那越来越强大的灵魂。越来越多的绿色烟雾涌盛而来，而萧炎的灵魂也是依旧继续增强。这种时候，萧炎方才真正地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头痛欲裂，脑袋两侧的太阳穴也是在此刻高高的鼓起，犹如小鼓一般不断地跳动着。要炸了！骤然间变得如此强大的灵魂已经是逐渐超过了萧炎所能负荷的最大程度。于是在某一个时刻，萧炎终于再也忍受不了，脑海深处陡然间爆发出了一道令得他耳膜剧痛的低沉爆炸之声。砰！在这一道爆炸声下，萧炎的神智直接是被炸得浑浑噩噩，眼前也是布满着金光，脑海中尽是混沌。这种奇异的状况持续了相当之久的时间，方才逐渐好转。而待得萧炎的神智再次恢复清醒时，脑中的剧痛已经是逐渐的减弱。隐隐间，他察觉到自己的灵魂似乎比起先前强大了几倍不止，但他还是能够察觉到，如今的灵魂似乎也并没有进入那所谓的灵境，地心魂髓没有效果。察觉到这一幕，萧炎也是不由得一愣，光是灵魂力量强大的话，再怎么样也是不可能彻底进入灵境。而只要灵魂达不到灵境，那么便永远都炼制不出真正的8品丹药。就在萧炎为之愕然间，他猛然间察觉到周遭的天地能量似乎在这一刹被什么奇异的东西勾动了起来，而且在动荡间，一缕缕极淡但却令得萧炎印象极为深刻的气流正悄然从空间之中溢出，然后铺天盖地地对着其眉心暴涌而来。到了这种时候，他方才发现，原来那所谓的奇异引力正是由其眉心处所散发而出，果然有用。见状，萧炎心头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他可是将期望都托付在了这一次的灵魂蜕变上，光是增强一些灵魂之力，可远远还满足不了他。这些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萧炎眉心中，最后与盘踞在那里的灵魂融合在一起。而在这种融合间，萧炎的灵魂就犹如被温暖的灵浆包裹一般，温暖的灵气顺着每一处地方悄然融进，那种舒畅之感令得他几乎忍不住的要呻吟出声。这种程度的灵气灌注明显还并不足以令得萧炎的灵魂进入那所谓的灵境，因此在这种吸掠持续了将近1小时之后，萧炎眉心处的那种奇异之力突然猛然变得剧烈起来，最后一道肉眼不可见的无形波动悄然扩散而出，最后融出石室，穿出石殿，扩散在了这座山峰的天际之上。轰！随着这道波动的扩散而出，这一刹，这片山峰的天地间顿时如同沸腾的油锅般陡然间暴动了起来。突如其来的天地暴动也是引起山峰上所有魔兽的注意，但灵气这种奇异气流对于他们来说却是有些显得过于虚无缥缈，除了少数一些实力极强的高阶魔兽能够隐隐察觉到外，其他的魔兽则是只能茫然地看着波动的天地，却是丝毫感觉不到什么异样。山顶石殿之前，熊战也是因为这突然的变故略微一惊，目光一扫，然后便是停在了石殿深处萧炎闭关的那处石室，眼中顿时闪过一抹金色。这些便是那所谓的灵气吗？据说这种东西只有一些进入8品的炼药宗师方才能够吸纳。熊战目光微微闪烁，虽说他看上去粗犷，但见识却不低，毕竟当年这丹界也算是丹塔的大本营，只不过如今随着衰败方才逐渐撤离。没想到那萧炎果然没有说谎，他真的是快要进入8品等级了。熊战低声自语，旋即缓缓点了点头。
如果萧炎真的进入了8品炼药师，那么日后自己还真是少不了要有求于他的地方。8品炼药宗师，即便是放眼那斗气大陆，怕也是不多。所有宅子给我听令，方圆100里之内不得有人迹出现，全部撵出去。心中掠过许些念头，熊战突然起身，一道咆哮之声在整片山林之间响彻不休。听得他的命令，那万药山脉的无数魔兽顿时沸腾了起来，旋即低沉的吼声不断的响彻，开始驱逐着周围那些胡乱闯进山脉的参赛者。外面发生的动静，萧炎自然是不知道。此刻的他已经完全的沉浸在了那浓郁的灵气之中，那种舒畅至灵魂深处的感觉，就犹如醉酒一般，令得人不愿醒来。而在其眉心处，因为那庞大的灵气进入，也是逐渐的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灵魂一般都是比较缥缈并且难以形容之物，它是生灵之根本，极为的玄异。寻常里，即便是类似萧炎这种级别的炼药师，眉心处的灵魂也只是一种类似虚无的物质。不过经过他们的控制，这些灵魂力量在离体后却是有着不少的作用。不过经过先前那些变化，此刻萧炎眉心处的灵魂力量却是不再是以往的那种虚无之状，而是盘踞在一起，偶尔间还会细微的跳动，就如同心脏一般。而且或许是因为灵气的缘故，其眉心处的灵魂比以往显得更加的具备着勃勃生机。因为越来越庞大的灵气灌注，也是使得灵魂不断的蠕动着，那般模样如同有着什么东西正在其中孕育着一般。但不知为何，萧炎总是有种奇异的感觉，这种孕育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苦思了半晌，但却没有半点头绪，萧炎只得放弃。伴随着这片天地的波动，越来越多的灵气从天际涌出，最后尽数涌进这一间小小的石室。原本空僻的石室也是因此而变得充满了盎然生机。石室中，萧炎的脸色却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灵气灌入眉心，变得逐渐的有些难看起来。因为他发现，不管再多的灵气灌入，其眉心处的灵魂都是始终保持那种不断蠕动的状态，似乎那最后一步总是踏不出来。萧炎的眉头紧紧地皱着，他知道，若是那最后一步踏不出去，那么他便是永远达不到8品层次。少了什么？心中念头飞转，萧炎苦思冥想，此刻的灵魂就犹如一个茧般，需要引导，方才能够走出那最后一步，破茧成蝶。引导？飞转的念头突然一顿，萧炎脑海中闪过一抹灵光。对了，是缺少灵魂修炼法诀的引导。想通了这一点，萧炎心头也是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又是皱起眉头。这灵魂修炼法诀，他似乎只有着那最为初步的一段口诀，不知道这点口诀行不行？萧炎心头此刻有些忐忑，但这种时候也是别无他法，迅速凝神，然后一段口诀犹如泛音般轻轻从其嘴中传出：魂之极，必守天灵，那灵断魂。伴随着这短短的口诀逐渐的在萧炎心中响起，其眉心处那不断蠕动的灵魂也是加快的速度，隐隐间有着什么东西正在逐渐的成型。时间如水悄然流逝，一眨眼，萧炎进入石室已经将近8天时间。这8天中，此处天地的异象也是逐渐的消散，那石室也是再度变得安静无声起来。石室之外，紫妍蹲坐在石梯上，小手托着香腮，目光极度无聊的四处游走。这几日的等待可令得他着实太难受了。怎么还不好啊？据说这丹界都快要关闭了。小手在地面上划了划，紫妍低声嘀咕道：砰！就在紫妍嘀咕间，一道惊天巨声突然自那石室之中响彻而起，旋即那坚硬无比的石室天花板直接是生生爆裂而开，一道无形光芒突然自其中爆裂而出，旋即停留半空，一股浩瀚的灵魂力量如同滔天巨浪般闪电般的席卷而出。感受着这股浩瀚的灵魂力量，那石殿外的熊战脸色悄然一变，眼中掠过一抹震惊之色。成功了！